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在登星期六，看节目组的重视程度，莲花楼输得不委屈。暑期档是电视剧争夺收视率和口碑的重要时段，今年的暑期档也不例外，各种类型的剧集纷纷上线，试图吸引观众的眼球。然而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不少剧集都遭到了观众的吐槽和群嘲，只有少数几部剧能够脱颖而出，成为暑期档的黑马。其中，《莲花楼》和《长相思》就是两部受到观众关注和好评的古装剧。这两部剧都是由程毅和杨紫主演，而且还是在同一天上线，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对比和讨论。程毅和杨紫之前合作过《沉香如屑》，收视率很高，但这次他们分别担任了两部剧的男女主角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？根据豆瓣评分来看，《莲花楼》目前的评分是 8.0 分，而《长相思》的评分是 7.6 分。尽管两部剧的评分差距不大，但《莲花楼》还是略占上风。《莲花楼》是一部武侠悬疑剧，讲述了四顾门门主李相夷、程毅是在比武中受到暗算后失去武功，化身为游医李莲花，在江湖上行医问案的故事。《长相思》是一部神话仙侠剧，讲述了小妖杨子氏从王姬到平民再到神女的传奇经历，以及她与枪玄、张婉义氏、涂山璟、邓卫氏、香柳谭健次氏之间的爱恨情仇。从题材上来看，《莲花楼》更加新颖和突破，武侠悬疑在古装剧中并不多见，而且剧情紧凑有趣，每2集一个案件，并且环环相扣，没有拖沓冗余。《长相思》则更加符合古偶剧的传统风格，以爱情为主线，甜虐并存，但也有一些俗套和雷点。从演员上来看，《莲花楼》和《长相思》都有不错的阵容，除了程毅和杨紫外，还有曾舜晞、张婉义、邓卫、谭健次等实力派演员加盟。不过，《长相思》中有一个演员被观众诟病，那就是邓卫饰演的涂山璟。涂山璟是青丘公子，在剧中与小妖有一段感情纠葛，但邓卫的演技被认为不够自然流畅，表情僵硬呆板，与其他演员形成了反差。从热度上来看，《长相思》则超过了《莲花楼》，成为官方认证的爆款剧。《长相思》的热度不仅体现在网络上，还体现在电视台的节目中。《快乐大本营》改名为湖南卫视综艺，被取代的位置由《你好星期六》获得，其收视和影响力逐步提升。节目组在宣传节目中对待两部剧的态度有差距，尤其在杨紫的宣传上，《长相思》得到更多重视，可能影响了两部剧的表现。《长相思》和《你好星期六》联名特辑中，节目组以《长相思》为主题，展示了他们对杨紫等主演的重视。那么，《莲花楼》和《长相思》到底哪个更好看呢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喜好和审美都不同。有些人可能更喜欢《莲花楼》的武侠悬疑风格，觉得剧情有趣刺激，演员演技在线；有些人可能更喜欢《长相思》的神话仙侠风格，觉得剧情甜虐感人，演员颜值高。不过，从目前的评分和热度来看，《长相思》似乎更受欢迎一些，也许是因为它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和期待。但这并不代表《莲花楼》就不值得一看，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点。两部剧都是暑期档的亮点，也都是程毅和杨紫的精彩作品。希望两部剧都能保持质量和水准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首播1时即破10亿，杨紫新剧是仙侠剧还是古偶剧？开启新模式大乱炖。作为90后的顶级小花，杨紫的每一部剧都能引起很大的关注，无可厚非。对于童星出道的杨紫来说，在正剧中那演技都能扛起来，更何况只需要6-7分演技的仙侠剧呢？杨紫的剧共情力很强，很能将人带入到剧情中，而和杨紫合作的男演员也很快能够得到关注，并且咖位直线上升。当初的几部剧都带火了不少人，这些男演员或多或少都吃到了剧的红利。而今年杨紫一带4位男演员的关注度着实又提升了一把。而作为《长相思》来说，这部剧都是演员原声台词，也是娱乐圈的一大进步。毕竟曾经的剧都是配音演员在配音，如今配音演员估计都要失业一大波了。《长相思》第1季已经播出完毕，却不明白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剧。毕竟古装剧现在一般都是古装仙侠剧或者古偶剧。
简单来说，今年的长风度肯定是古偶剧长月烬明仙侠剧、苍兰诀仙侠剧、梦华录古偶剧，而长相思古偶剧，但是里面的人物都不是人，有九头蛇，有九尾狐。仙剑剧确实和古偶一样需要联姻，需要赚钱，还会做生意，生意遍布天下，甚至还是权谋宫斗。而剧中人物的服化道更像是人间的宅斗剧，可是身份的设定又是仙侠剧，而剧中人物有法术，这是开创了另一个模式，古装仙侠落地式古偶权谋剧。长相思意外烂尾，豆瓣评分不如莲花楼，网友评价一针见血。近日，暑期档两大爆款剧集《长相思》和《莲花楼》豆瓣都开分了，只是令人意外的是，《长相思》居然输给了《莲花楼》。《莲花楼》豆瓣评分高达8.0分，《长相思》豆瓣评分仅7.6，而且两者的评分人数也差不多。要知道，《长相思》是断层领先暑期档所有剧集的，还被央视六公主认证为现象级爆剧，热度这么高，人气这么旺，怎么会才7.6的评分呢？对于这个情况，网友给出了答案：《莲花楼》是央视严选，网播完结后，先后登上央视8套和央视1套播出；而《长相思》是高开低走，后续剧情出现 bug， 口碑翻车。根据观众的反馈来看，《长相思》后期马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：首先是演技问题。首先声明，该剧主角团的演技，杨紫、张晚意、谭健次的演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他们几个从始至终发挥得很稳定。但是邓为在后期剧情里就暴露演技短板了，他完全接不住杨紫的戏。相比张晚意和谭健次，邓为演技真的很拉垮，只是吃人设红利罢了。这让我想起了《70吉祥》中杨超越和丁禹兮的大婚对手戏，丁禹兮满眼泪水痛苦不堪，镜头一转，杨超越你干啥呢？无比出戏，怪不得这部剧的数据那么差劲。邓为饰演的叶17阶段还挺好的，很讨人喜欢。但是越往后看，你就会发现端倪了。邓为无法自如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尤其是愤怒、痛苦这类起伏很大的情绪，邓为在表演的时候只会用瞪眼，看着很尬。其次，后期香柳的人设崩塌。众所周知，《长相思》最开始一直大力宣传该剧高度还原原著，吸引了一大批的原著粉加入，而现在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在后期剧情里，与原著相比，香柳人设绝对改弱了。原著中香柳是高高在上，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神仙般的存在，她就像一个超脱万物的完美体，最后战死的比美学无人能及。结果电视剧里完全改了，剧里的香柳给观众的感觉就是香柳很好，特别好，太过于接地气了，显得平平无奇，没有了惊天动地的震撼感。三是杨紫女装不如男装灵气。前期关于清水镇的情节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如果满分是10分，那么这部分剧情值得8分。后面女主出了清水镇，从文小六变成了小妖，从小乞丐换成王姬的身份后，剧情开始落入俗套，女主角色魅力降低。关键是杨紫换回女装后，反而没有那么惊艳了。从剧里可以看出，杨紫的颜值非常不稳定，有时候很好看，比如她打架头发凌乱的那个镜头，特别美特别好看，但后期有很多镜头脸很肿，状态十分不佳，观众看着也有点尬。而且一女三男的爱情纠葛的套路真的不太讨人喜欢，后期剧情以恋爱情节为主，很难不让人反感。四是后期特效抠图敷衍了事。女主回到自己家后，整个画面质感就差了，一副经费不足的样子，抠图特别明显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后期制作很敷衍。据悉，该剧前后期分别是2个导演拍摄的，所以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，这也是该剧高开低走烂尾的原因。很多人都说非常不理解《长相思》才7.6的豆瓣评分，现在会不会理解了一点呢？虽然说这部剧热度很高，还是断层式的人气，但它后期确实整体质量都在下滑，演员、特效、制作等等，有些剧粉自己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。而诚意的《莲花楼》属于低开高走的类型，后期口碑发酵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追剧大军行列。最后想说，观众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剧集质量好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，敷衍了事只会被观众抛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
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